今天这边来讲的话呢，还是以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案例的分析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 Web 技术啊，在商业活动啊、工程应用里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所以首先的话呢，我会是以去年的我们相当于是6个月之前吧，有一次最大的一次就是顶级的一个节目，就是就是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活动啊，我来举这个例子。但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啊，我们在像类似于像奥运啊、世界杯啊这些商业的活动啊、直播里边，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技术上的这个召唤，并且我们也是非常受益于 W3C 在过去几年里边，在某些领域啊，它做的一些专题的一些科研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工作，包括我这边列到的是就是。专业媒体制作，这里边我们在几年前吧，我们当时就是 W3C 和 SIMT 啊，这是全球的音视频的这个组织啊，办过一个专门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研讨会，当时专门讲的呢就是专业化的媒体生产制作，并且是在这个 Web 的这个应用环境下的。然后在那次的环境里边，在那次的那个研讨会里边，我们包括讲到了类似于像专业媒体制作领域里边。一些主要的一些用例，比如像是本地化啊、无障碍啊，还有像这个质量监测啊、QC，然后规模化的生产，另外呢还包括像具体的一些技术的话呢，包括像视音频的这个编解码的技术，然后像 AVCI 啊，然后 JPEG2000啊，还有 JPEG-X 现在是用于轻量化的这个生产制作的，还有包括像这个沉浸式的音效、高动态范围啊和这个宽色域 HDR 和 WCG。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应用，然后还包括像时序文本啊，IMSC 的，这些里面都是我们当时在研讨会里边这个专题这个里边的话，是讨论过的。然后这个的话呢，本身是来自于 SIMT 和 W3C 的一次，就是这个专业的持续有1年多的一个研讨吧，所以本身在下面这个里边，我把它这个链接地址啊也放了下面，在那里边的话有大量的这个研讨的这个视频啊，也非常有助于大家去理解，就是应用 Web 技术啊，在专业的媒体生产制作这里边。然后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包括在这个就是媒体娱乐的这个创意生产这个领域里边。类似于像这个内容的生产策划，然后节目的这个编排制作，还有是这个在线制作啊，或者是这个 VFX 的，就是影视特效的这个使用，在我们这个就是 media 这个它的这个研讨会里边，我们都把这个讨论的非常详细，里边非常精彩内容。我为什么要提这东西呢？因为本身这里边的话，我们用到了。就是通过那次的这个研讨吧，或者是现在还在持续的这个专题之后，本身我们在过去1、2年里边，最近1、2年里边的，包括像是奥运的直播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直播里边，我们都就是用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这里边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包括像是这个精确同步，像这个基于 Web 上面的这个视频帧啊、音频的采样，它的这些的同步，还包括像在 Web 平台上面。如何在就是云存储这里边进行这个媒体信息的访问，实时媒体的制播生产流程里边操作，操作过程中如何对它这个生产的各环节进行时延的协同，这个除这之外的话，还有包括像这个内容生产直播里边的这个就是一些元数据的管理生成，和一些就是这个颗粒度更细的，包括是定位到不同的角色，比如是这个媒体的这个人员，然后是播控的人员啊，然后是编排的人员，还是摄影的这个人员。对它进行的这个访问的控制，还有包括像内容的加密啊，然后是包括像这个就是溯源和这个取证，这个的话呢都是讲到都是在这个就是 Web 这个用到如何在 Web 这个领域里边来使用，就应用于这个生产制作这些技术。接下来的话呢是就是我讲一下，就是智播是提出了对这些技术的一个召唤，然后接下来的话的一场体育赛事的直播，已经可以看到不是光纯粹的这个作为用户啊，在屏幕面前在电视机屏幕面前看这个赛事，当然看赛事是很重要的一项啊，但是从这里边可以看到，本身现在的这个世界杯直播已经是像是一场这个就是数十
就是体验都融合在这里边的了。所以本身我们对于它的这个定义的话呢，像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直播也是行业里边基于5G 加算网的分布式的这个实时渲染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比特空间。然后在这里边刚才可以看到的，包括是这个 Avatar 的这个数字人，还是在这里边通过这个赛场的复刻，还是这里边其他的这个用到的一些这个 AI 的这种的技术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分布式的实时渲的这种方式啊，然后实现了音原声，然后也实现了这个互动体验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模型。所以本身这个呢是作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这里边直播里边做的一次的一个尝试吧。就是刚才讲到，我们举办一次像这种高沉浸式的，就是这个高沉浸式低时延的这种的顶级的这种的商业活动啊，我们今天讲到的，像类似于前端的这个基于 Web 的、基于 App 端的这个应用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除这之外的话，它的这个后面也有无所不在的这个算力网络啊，在支撑着它们。所以在 W3C 这里边的话，我们对于算力网络，对于网络这端话也有专门的这个工作组啊，来对它进行就是这个定相关的这个研究的课题。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接下来这部分我讲的也是在Web 与网络这个工作组啊，这里边讨论的最近的一次讨论的几个课题点吧。就在这课题点里边的话，会分5个部分。第一呢，就是包括像场景；第二，它这里边对我们现有的这个体验的这个能力的一些改进。第3和3、4的话呢，主要是讲的是它现在已经有关系的，像音视频的元宇宙啊，或者是 Web3这领域里边用到的对网络这边的一些的要求。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还是想再讲一下，就是这边的话，我后面的话也会把这个 WNIG 它的对应的这个研讨这个社区的链接也会放在后面。在整个这个就是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里边的话，案例的这分析里边，我会讲到5个部分。然后5个案例，首先第一个呢讲的是这个大象形的，大象形这个案例的话呢，也是之前我们在研讨的，包括几次研讨过程中啊，包括我们和一些成员的单位，像腾讯啊、阿里啊，他们一些的专家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因为对于我们现在讲到了在使用 Web 技术在做这个网络传输音视频的这个时候啊，大上行是一个新的一个课题。因为本身对于我们现在来讲 ，WebRTC 它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它并不是能解决上行下行所有的这里边的问题。而这个商业项目这里边，它对于 Web 上的这个业务啊，也是有相应的挑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开发者的话，大多数还是依赖于就是类似于 RTMP 啊这种的传统的这个技术栈。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 HLS 的。HLS 的话是作为一个下行的这个手段，然后 Transport 是否能够完全解决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尤其在这个工程生产实践这里边。下面一个呢，还包括像这个 RTC 也好，还其他的几项 Web 技术里边，它本身没有对于这个266啊 MPEG 266的这个话没有办法进行透传，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导致我的很多的这个基于 Web 的开发者啊，面临的一个挑战的话，我还必须得使用这个 WebSocket 这种方式啊，来发展拓展自己的这个私有协议来进行，就是来进行这个就完成这个任务。再往下的话呢，就是在弱网环境，弱网环境这是大家觉得，就是可能觉得好像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啊，但其实考虑好一个弱网环境来讲的话，也是对我一个业务啊提升它端到端体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弱网环境里边，相应的这个适配种的机制啊，没有办法满足就是开发者友好性，包括这个有些这个标准的制定的话，可能考虑的点儿也不是特别多。这个点儿的话，我也是受到一些专家们也当时也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过，包括我们现在总说这个低时延，对吧？但是是否所有的这个互联网上基于 Web 上面这个业务都是以低时延为唯一的，这个就是这个要求，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在有些情况下，为了网络平衡它的不同的这个网络的现状情况下，有可能我需要保障它的这个就是高画质，其次才是它的这个低时延。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大上行啊是一种比较突出的一种情况。第二部分呢是讲的是 Web 基于这个类似于 WebGL 啊这个上面的一个复杂任务的处理。复杂任务其实这种的要想提升它的这个体验的话，其实2种，一种呢是称之为这个就是流式的这个处理，第二种的话呢是称之为这个就是分布式的。首先再讲一下它这个
用流式的这种方式，流式方式的话，那比如我们很简单的这个体验的话呢，类似于复杂的计算任务，像 AIGC 类的应用的话，可能我的一个用户啊，在等待的时候需要几十秒或者更长的这个时间，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用户的等待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耐心是有限的，所以参考一些我们已经有的这个 Web 应用的。就是这个方式的话呢，是比如说我们在过去10多年里边，在传统的 Web 应用里边，我们会对于这个就是流式的传输啊，然后分批的这个载入啊，这种方式来进行呈现。其实这种的话呢，对于像新出现的这个复杂任务啊，也可以用这个流式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再往下的话呢，就包括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流式的这个工作的机制啊，就是这个实现的机制。这个的话呢，在国外的一些企业会多一些，但是这种的很多的技术的话，最后也都流于就是这个私有化的这个方案，所以并没有在类似于 W3C 啊这种组织里边来进行就是广泛的讨论和实现它的这个标准化。下一个部分啊是讲的这个第3个案例的话是讲的这个复杂任务这个分布式，因为我刚才讲的流式呢是一种方式，然后对于像 GPU 啊和 WebGL 这种的类似的这些应用的话，那像这种的类似于这种的网格计算啊，然后多计算的这个设备啊，需要有进行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3D 的这个渲染的任务。那在这里边的话，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可能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片子里边宣传片里边看到的。还是在实际应用里边，我们如果是用 Unreal 啊 Unity 生产做的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3维的这个数字人的这种计算任务的话，这时候它通常呢是可以通过在云端来进行渲染，然后拆分，然后并且调入到这个程域啊，然后是这个省干啊，或者是骨干的这个算力网络资源里边来进行渲染合并，并且能够把它进行混流，通过视频的方式啊把它下载。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一种新的就是我们认为是比较实战是有用的一个计算的模式。另外呢，包括我们下一页是，就是另外我们包括这个对于终端现在的这个硬件资源再怎么这个发展情况下，它的硬件资源终端硬件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就在这里边 Web 如果要运行大型的这个3D 的复杂的这种任务的话，那它的这个3D 应用啊，也可以去进行云化，云化完了之后，然后通过这个视频流的方式啊进行 I/O 输入输出，然后最后再通过这个 RTC 啊 Web Transport 这种方式来展现到这个用户的这个眼前，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常见，也是我们一种常见的类似于像云游戏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机制。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课题里边讨论到的一个用户的场景。当然这里边的话，这种场景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从刚才的角度来，其实可以看到它对于网络的要求啊比较高，并且对于这个 RTC 的这个搭建啊，也是成本也会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它对于中小型的那种的项目啊，不是特别适合，它的那个投资回报的这个效率啊就不是那么高。另外，对于我们这边还提到了，就是像类似于对于这个 WebGL 或者 WebGPU，它现在支持的这个 GPU 的管线的渲染的话呢，主要是 Compute 和 Run 的这2种管线。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后续的话，能够除了这个就是本地式的这个渲染管线之外的话呢，也能够支持这个分布式的这个渲染的管线。这个呢是讲到的。就是刚才这个就是WebGL 和 WebGPU 2种渲染的这种方式。再往下的话呢，第4个的话呢是关于这个云边端的协同这个计算的。然后这里边的话，我们提了一个概念的话，也是讲的是泛在的这个计算模式。这里边的话也是希望通过就是不断变化的这个终端的计算能力，它的这个边缘的这个覆盖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好，然后以及它的这个中心啊和就是这个云端这边的这个计算能力啊，来提供一个新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泛在计算这种的模式。然后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对于其实 Web 技术来讲，它其实也是在泛在计算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因为这个计算模型里面，我们 Web 所承担的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计算的环境。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之前我们和
就是参与这个就云边端这个协同的这个研讨课题的其他几个成员公司啊，我们也都讨论过。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它对于大型的这种的互联网的这种企业啊，可能现在更多的还依赖于它自己的这个私有的微服务的这种的实现的方式。所以这里边通过 Wasm 啊，通过这个 JS 啊或者 Dino 这些的这个提供的新的计算模式的话，都可以就是这个更好的实现这个泛在的这个计算模型。再往下的话呢，就是第5个这个技术案例的话呢，是指的这个 NetInfo。NetInfo 呢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课题，一个子课题吧。这个子课题里边其实当时讲的呢是对就是对于我们 Web 开发者来讲，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它的网络的情况没有办法进行预测，我没有办法知道。我这个应用啊，在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它当时现在的拥塞的情况，它的就是这个峰值啊，或者它的就是其他的时延的这些这种情况。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当时我们也试图以这个 NetInfo 这种方式啊，来给大家开发出就是开发出这么一个应用的这个场景出来。但是在过去的这个1到2年里边，我们其实通过跟其他几个组织啊，也在就是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有那么一个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这里边像 NetInfo 里边，我们要用到，经常会用到，我们可能会要用到一点，就是 L4S 这个以这个网络特性啊为例子，它本身的呢是在3GPP 里边空口上能够定义，并且能够通过 ENC 这种的字段啊，来在空口上面打上它这个标签。那它对于这个其实已经是发展了几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协议。然后这个协议的话，对于从 TCP/IP 啊，也就是从 IETF 这里边来讲，他们其实已经完成了对它的这个协议的这个分装。但是再往上的话，到 W3C 或者到其他的这个操作系统这个级别的话，其实大家都并不知道这项这个性能，并且它没有办法给开发者给开放出来。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面临到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就是一个对于这个 W3C 来讲的话，如何能把就是这个各个组织里边的就涉及到的这个协议啊，能够端到拉通，或者是有些的话，我对于像是上层的 ISO 7层里边来讲，对于我们 Web 上层的这个开发者来讲，我通过跨层的这种方式啊，来提供新的这种的业务。这个话题的话呢，其实之前跟那个胡春明胡老师啊，我们也讨论过，他觉得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有价值，但是也是属于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任务。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如果是这种的跨层业务能够把它，就是挖掘出来，并且在类似于比较靠上层的这个组织啊，像 W3C 啊这种的，来提供它的话，那对于它下层的组织，像是IETF 啊、3GPP 来讲的话，都是就是让大家都会非常受益的一项研究吧。最后这部分的话呢是讲这个 Web3的。Web3这部分的话，其实因为过去跟这个我们 W3C 的成员也好，还是跟我们其他的一些代表的话，也讨论过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相对来说在 W3C 是否合适讨论啊，或者是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大家的想法还是比较多。但是我一直包括我们跟 W3C 中国同事嘛也都讨论过，就是它既然是一个大家都认为可能跟 Web 有关系的，因为本身从 Web3在维基百科里面定义的话，它就是一个语义式的新的 Web 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大家的开发者对这个东西都要感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下这样技术的。而且在过去的半年这个里边吧，本身从我们角度，就是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角色来讲的话，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啊，就是Web3这样东西，它将来后续的发展什么样？其实对于就是在以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业务啊、万维网的业务发展来讲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就是这个集中式的管理啊和去中心化的发展啊，其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这里边我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做完的这个 DID 的这个标准的推出啊，和后续基于 DID 的Web3其他商业业务的一些的这个定义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就是这个大家就是这个投入的一个话题吧。所以今天讲的呢，主要还是跟就是这个一个呢是给大家看了一下，就是一个节目带。第二的话呢，也讲了一下这个就是泛在计算的这个就是这个研究的这个社区，然后本身它的链接地址啊在底下。然后最后还是想说一下，就是本身今天我也听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大家
讲这些课题啊，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偏于非常前沿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些的技术。而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这边今天给大家放这个节目带，也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啊，就是我们Web 的计算模式也好啊，还是我们的 Web 的这个社区，还希望通过类似于一些就是全球顶级啊、重大赛事的这种的 IP 啊、活动啊这种方式，能够更快的就是到达我们每个用户啊、最终的用户者这里边。那这个话。可能也是我们作为运营商角度来讲啊，我们所承担的，我们能够承担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们因为本身是国际奥委会里边，包括像世界杯啊，包括奥运会的，就是这个职权的中国的新媒体领域里边的职权商。职权转播商之一嘛，所以我们后续在这里边依然会把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最新的这个 Web 的前沿的技术和未来将做的这个 Web 相关的那种技术啊，应用在这些赛事活动里边。以上是我这边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东西，谢谢各位。行，谢谢徐总，就是看看现场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问。就是请问一下徐总，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弱网环境的这个标准，是不是类似于 NetInfo API 这种？如果要做的话，那需要哪些类型的厂商来参与？运营商、浏览器或手机设备商？首先这是一个这个问题啊，是它的背后的这个事儿啊是很漫长，因为 NetInfo 这个 API 集合也好啊，还是它的这个需求的话，其实好多年前就提过，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就是3、4年以前的时候，当时成立这个具体的课题组的时候，NetInfo 很早就提出来，因为每一个开发者都希望我在开发过程中，除了就是这个 developer 的 console 那个里边的那些有的能力的话。还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网络相关的那种信息，但事实上这个课题，在过去几年里边它是起起伏伏，所以在低潮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困难非常大，即使在工作组里边的这个联合主席啊，包括像 AT&T 啊，像 China Mobile，都已经是能够相对来说是能够影响这个开发社区和影响就是这个影响整个这个产业的，但这里边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里边缺少，就是层和层之间的，就是协同，或者说是这个，就是那天胡老师专门，我跟他讲了之后，他专门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里边其实缺少的是大家互相之间的，就是跨层的这个创新。为什么讲这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 ISO 里边 W3C 的 Web 相关的，它只是在第7层里边，所以我在第7层里边，我要定义任何一些东西，包括像，就是访问这个网络啊、底层啊，类似于访问 TCP/IP 啊，或者是 3GPP 的那个 RAN 的空口的相关的那种资源的话，都会很引起各个标准化组织的很大的挑战。所以在这里边回答安琪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第一，他需要的这个参与者，不光是 Web W3C 这领域里边的各个厂商。它也需要 IETF 和 3GPP 啊，或者是WiFi 啊，或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就是 ISO 7层里边底层的其他的一些厂商啊一块来参与，这是第一。第二，他要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心，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访问了一些代表，他们也提到过，对于像它的最底层的空口的或者是就是802.11这层这个里边的这些厂商，他认为他们做的事儿已经做完了，他认为我已经把这事做完，我交给上面的就是 IETF 了，然后 TCP/IP 的这群专家们去问他们，他们也说我在 IETF 里边我已经做完标准化了，然后这时候他说我剩下的我就再往上交了，再往上交给谁？交给操作系统，交给这个就是这个 Web 应用层，对吧？这些，但这个的话最后这个环呢就到这儿这边就停掉了。因此，就是相当于补充回答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的话，就这里边第一，其他几层的、其他几个组织的这个参与者都需要有；第二，这个事儿的完成的难度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因为我们最后需要的就可能里边关键的，像类似于这个 Web 的最终的这个Web Vendor、Browser Vendor 啊，我们需要他们就是认可这样这个东西能带来好处。那其实他之前的其他几项工作，在其他几个组织里边都已经做完的了，所以有挑战，但是其实是有希望的一个能做成的一个事儿。
我没有提问，我们就往下。就我最后补一句啊，其实现在这个问题，之前看到 IETF，其实很多像谷歌什么的也有做一些，就是让一些就是网络的信息能让应用知道。其实我觉得思路可能也会有一些一脉相承的地方。其实这种跨标准组织的打通，其实还是挺必要做的。对我非常同意安琪那个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边的话，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Web 这种的计算平台和 APP 端的这个，无论是安卓、iOS 的这种平台，其实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他们更重型，第二它即使大家都在轻量级往发展的情况下，它对于底层的一些的能力啊，它的确实能够提供有更多的这个接口，对吧？那对于我们 Web 更好的建好更好的一个 Web 社区来讲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把心态放大一点，就是做好跨层的调用啊，这种话其实也是一个挺大胆的一个尝试吧。其实可以这样做一下。